今天我们追九会战跟保洁，在俄乌战争之后，现在整个东亚越来越有火药库的味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吓阻不但直接，而且强烈。我们这边讲说，尹锡悦现在已经完全倒向美日联盟了。尹锡悦跑到了美国，跟拜登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在发表华盛顿宣言的时候，他讲说，现在俄亥俄级的这个潜艇，它是一个灭国神器，它上面装有核弹头，放在哪里呢？就放在釜山港旁边的镇海港，而且这镇海港的位置非常微妙，是它可以控制东海，它可以控制黄海，甚至可以控制渤海。也就是当我掌握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东北、你的华北，甚至你的华州，都在我的射程控制范围下。那你觉得美国只有这样子就算了吗？我们刚刚这样谈到，它更可怕的是，它居然重启了佐世保。我们知道佐世保基地是日本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而且佐世保曾经被称为它是半个地球最神秘、最恐怖也最大的油弹库。而这个在冷战时期，它其实已经沉没一段时间，荒废一段时间。可是没有想到，现在美国怎么讲？美国居然要把它的尼米兹航空母舰要放在佐世保，这个就多可怕的。另外就是现在在整个南海。当美国宣布说他要当菲律宾的靠山，当然讲说你现在的运补，美国会全力协助的时候，我们讲的菲律宾就硬起来了。菲律宾硬起来以后，你在仁爱礁巡回，你的海警船，我觉得派3个巡逻艇去包围你，而包围之后，你就看到中国什么话也没有说，中国什么话也没有讲，甚至在内部不断的消毒，消毒干嘛？你的武统的声音要不要给降低？但是小粉红受不了了，现在很多小粉红居然讲说，现在他们要派出1万吨的拖船，干嘛？把这个马德雷3号，也就是在仁爱礁已经放了20多年的马德雷3号，我把它给拖走。好，那问题来了，现在不断的放这个消息，中国真的会拖吗？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对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忠胜，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战略专家李明辉，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黄伟汉，保持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姚慧珍，大家好。好，第6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大家好。好 ，So。昨天有讲，这个是你越听你讲越觉得恐怖。我本来觉得说，今天把一个尼米兹号放到了佐世保，对，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说不能单看这件事情，对，你要把整个一步一步来放到佐世保。我这边镇海，我又放了俄亥俄，我完全控制了对马海峡。我不但完全控制对马海峡，其实我控制了渤海，我控制了黄海，我控制了东海。一切，你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这个横须贺还有潜舰哦。对，你等于说你有2个航空母舰，对，你有一个潜艇基地，而且。你现在美国国防部长，你现在又把最好最多武器送到台湾来，你不是把整个东亚，不是只有台湾，整个东亚都是美国的火药库了。对，我们都说雄家无天良，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吓阻他？就像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说，中国不是好像有点转向，大家说不要武统台湾啊，然后又说什么我们要避战啊，然后同时战狼外交好像也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人家都到你家门口放灭国神器，你能怎么办呢？你说已经到中国门口了，当然这样子啊！你看他这个拜登跟尹锡悦签的这个华盛顿宣言里面来说，讲得非常清楚，镇海港这俄亥俄州级的这个俄亥俄级的这个潜艇要来这个地方，镇海港在这个地方，镇海港可以扼住整个，你看距离北京非常近啊，整个从渤海的黄海、东海都在他控制的范围之内，他射程范围就已经来含至北京了。对，那你更不用讲。美国宣布非常清楚啊，我现在尼米兹航空母舰呢，我现在要停到佐世保来，这个非常具有指标意义。以前你可能停在横须贺要到这个地方来，至少要3-5天的时间啦。现在不用，我就停在佐世保。所以老板们看，以前是停在东京外面的这横须贺，对，刚才讲的这边还有本州隔着，没错，本州隔着，我其实对中国没有直接威胁，对，我居然在这个地方一跑到这个地方的佐世保，对，而且不是只有在佐世保。横须贺都放有航空母舰，对啊，那尼米兹号在这个地方，尼米兹号一出去，宝姐一出去就已经来到东海了。所以这样，它等于是用这2个港口就控制你。那同时还有什么作用呢？那对马海峡，其实如果假设中俄的这个军队海军要合流的话，它就会通过这个地方嘛，防堵俄罗斯。所以它等于是完全把你堵得非常清楚。这让日本呢，在西南防御里面来说，它省了非常大的力气嘛。所以现在对谁压力非常大？对中国压力非常大。台湾他现在也直接这个奥斯汀就说了，武器要来了嘛，对不对？很多武器要来台湾，那你跟我讲 B2的这个轰炸机要到澳洲来啊，那还有帛琉的这个雷达也要建设啊，菲律宾呢现在也强啊，菲律宾的这个4个基地陆续让美军用啊，所以嘛，菲律宾就是个非常指标意义啊，你不觉得菲律宾最近也不太一样吗？因为什么？老美人家都在你
这个脖子上架一把刀，你能怎么样？你就只能说啊，好了，我趁机看能不能够讨回一些颜面。那大致来说的话，就是尽量采取一种退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说，会叫的狗不会咬人，会咬人的狗不会叫。那我们刚讲到，美国其实没有叫，他已经默默的把灭国神器、把最可怕的武器全部放在这个地方来。刚刚讲到。你要放在佐世保，你要日本同意。对，我要放在镇海港，我要韩国同意。对，我韩国同意跟日本同意，就代表说我要加入你的军事同盟。对，现在台湾不用讲了，你现在奥斯汀讲我要把最好的武器放到这边来。对，更可怕的是菲律宾，菲律宾现在对中国强悍到我们无法理解，无法到理解到是中国的小粉红受不了了。对，那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来说的话，这个中国的小粉一直说什么？我们要赶快出一个这个拖船啊，把这个仁爱礁上面的这个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马德雷山号把它拖走啊？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一艘船已经停在那边24年，那24年的时间里面，它就霸住了仁爱礁，仁爱就变成菲律宾的啊。对。那这几天的时候，菲律宾做了什么事呢？5月10号的时候，菲律宾呢，它往这个仁爱礁的方向呢，它加送一些这个固料，它要用这个混凝土啊，把它固定住啊。所以说，以前我只是把这个马德雷山号放这边搁浅，对，没错，搁浅了以后我就挡在这边。对，现在我不走了，不走是我下面还要跟你控欧猫头。对，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他说啊，我在那个地方，然后不小心就这个搁浅就停在这个地方。中国原本的策略说，你看这个船已经破旧成这个样子，你有一天瓦解，看你能撑多久？解体了那就算了嘛，对不对？就没想到，菲律宾没有，他现在看起来真的要解体。然后 OK， 我们要把它加送材料，把它固定住。那后来呢，他又怎么样？他干脆又放个浮标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让中国完全没办法接受啊！所以呢，中国不是就有所谓的他们，而且他们海警船去了之后，这个菲律宾不是还包围他吗？所以你看，怎么菲律宾一直这样说？结果你知道，这3艘韩举才，你看他放这个浮标在那个地方，就你知道中国这样被包围了哦。你看中国的官媒还有外交部，他有说什么？没有声音，连话也没有说。那为什么他没有说？反正是那个军事博主啊，就开始说，你看我们明明就有一艘这个拖船在这个地方，赶快把它拖走啊！你看。中国终于下狠手，1万匹马力的这个拖船现身仁爱礁，你不走，我们带你走。问题是那些博主一直喊，中国真的敢做吗？有反应吗？我觉得目前为止当然不敢了。为什么？因为5月1号，这个美国讲得非常清楚，美国跟你说什么？他说呢，我们呢可以帮你们到跟菲律宾补给啊。如果你要到这个仁爱礁上面去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你补给。假设真的有一天美国真的补给到仁爱礁上面去，那还得了？所以现在中国其实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你看这一艘船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破旧，所以很多中国官方没有说，可是你看这是阿尔法之军事，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看我们5月12号的话，这个大型拖船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嘛。他说中国有可能要强硬的拖走仁爱礁附近的这个非法坐滩多年的菲律宾破船，对，你看他们讲的非常强硬啊。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刘勇教授，还有什么天空鹰的这个，他们就天空军，他们讲的非常多啊。就说你看，明明这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拖船就已经到那个地方，赶快！所以现在是怎么样？我跟大家讲，现在是中国的网民大家都在吃瓜，准备要看这个中国拖到这个船。但是问题是中国现在官方、官媒、外交部他们都不敢说什么，他们现在就的确那艘船到了。但是要怎么做，他们其实也搞不清楚目前该怎么做。所以你想讲，这个拖船已经到了这个地方，这个真的是有1万匹马力，没错，真的要把马德雷山号拖走是没有问题。对。可是现在这个拖船在那边绕来绕去，不敢接近吗？他真的敢怎么样吗？而且你感觉到说美国就在下围棋，对，它的定时是一个一个不断的下去。刚刚讲我核潜舰来了，尼米兹号更接近了，我现在还在帛琉搞一个超视距的雷达，我的 B2 轰炸机又放在了澳洲，甚至台湾现在我的监射性的防空飞弹，对，一个一个的都要送过来了。我觉得没有错，宝杰讲的没有错，美国就是下围棋的方式在围堵你。你看，那跟韩国签了这个核协定之后，日本的这个尼米兹号也要来到这个佐世保，你看2个国家跟他加入。台湾我们知道未来给你非常多武器，包括这个携带式的这个刺针飞弹啊，还有反装甲飞弹，全部都要来。反装甲飞弹对，美国说要加快速度，这个奥斯汀已经说了，感谢国会这样做，他也要加快速度。那你跟我讲菲律宾，菲律宾现在是站在美国这一边了。那还有包括帛琉，我们看帛琉这几天的时候，一个画面出现了。它有所谓他们建制所谓超视距的这个雷达，超视距雷达，这个超视距的雷达建设下去之后，你看整个帛琉啊变成是关岛基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眼睛在这个地方，盯着你这附近的所有的这个目光就在这个地方。那还不止澳洲嘛，我们澳洲可以让你停 B2 轰炸机，还有迪亚哥·卡西亚也可以停 B2 轰炸机嘛。那他也说未来搞不好 B2 轰炸机也可以到南韩嘛，到日本都可以嘛。所以那事实上美国等于是用个重重的结界
围住了你中国未来的军事冲突的这个可能性。而且虽然东协我们讲的东协这些国家，因为什么？我绝对不随便站边，对我就等于说我在大国之间维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可他们最近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态度是，他们现在强化他们的整个海上的巡防，对，强化海上的巡防就是强化南海的巡防。你们要强化南海的巡防，那不就是冲着中国吗？没有错。为什么现在中国他会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为什么要这个时间？因为再不做的话，搞不好以后菲律宾呢会强的让你无法想象。为什么？你看菲律宾过去，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去菲律宾哪有什么军事实力啊？可是你看现在菲律宾呢，他们有黎萨号一艘这个船之后，另外还有一个包括最新的叫鲁纳号。那鲁纳号是什么？鲁纳号其实它就是南韩仁川级的这个巡防舰为基础开始做了，它加装非常多武器哦，76的这个快炮，然后包括南韩的这个海星反舰飞弹，然后包括法国的西北风的这个飞弹，如果它必要的时候，它可以装所谓的垂直发射的这个飞弹，所以它等于是具有军事实力，跟以前菲律宾呢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广大信号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台湾的海军是完全碾压菲律宾。对，为什么完全碾压？是因为菲律宾完全没有海军。对，菲律宾最大的一艘船是2战以前的船，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这10年的时间，对，美国、日本这几个国家是这么样强化菲律宾的海军实力。对，它光是这个所谓巡防舰就有2艘。那你跟我讲，美国现在就直接跟你说，我们有所谓的飓风级的这个近岸的巡防艇，我们可能要淘汰，我就给你。现在美国要准备给他2艘在这个地方，所以等于是菲律宾现在在美国的武装之下，还有日本、韩国的武装之下，他搞不好也慢慢的变成一方之霸。董事长，我一直搞不懂是美国怎么突然这么的强硬，这么的凶狠，直接把灭国神器放在中国的门口。刚刚讲到的，你把2+2的这个放有核弹头的潜艇放到这个地方来，已经是极大的威胁了，因为控制你的渤海，控制你的黄海，控制你的东海。现在我又在你的对面佐世保放了等于尼米兹的这个航空母舰，你不是等于说把对马海峡全部都封住了？封住了以后，你说这有很多种多重用途，真恐怖哦。第一个，这里是你的经济海域。中国现在为什么要南海？就是我要保持我的经济海域的畅通。美国就很明显，你现在经济海域的咽喉完全被我美国所掌握，而且你说这有隔山打牛的功效。当然，它这个东西，这个整个布局对中国的对中国解放军造成非常大的所谓的威慑力，就 deterrence。这个威慑力已经发挥了效果以后，它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东西？其实还是要回到欧陆战场的俄乌战争的莫斯科的当局身上，因为他只有在对中国就不断的施压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彻底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中国就不敢介入俄乌了，没有力量介入，没有力量介入，没有力量，因为目前俄罗斯已经非常明显的没有任何主动的作战能力，对不对？对。那他还有后续的作战能力是谁？中国是靠中国提供给他嘛？所以知道吧？中国的力量从后面切断，会给予高度的镇压的功能的话，那中国就会退守。那这个手慢慢伸回来的情况之下的话，那这个俄罗斯这只牛啊，就被越来越瘦，它就被完全孤立了。然后这个孤立情况，那指日可待，就会变成说。北约要打胜仗的时间呢，是在机会完全在北约这边，所以这整个这个世界是整盘棋在下。然后目前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原来美军啊在南海跟太平洋的概念是什么东西？他要求一件事情，所谓自由航行，对，自由航行跟自由这个航空是自由航行。那可是中国大陆概念什么概念？我已经是亚洲第一大国家嘛。中国大陆他想说，以我这种大国，我欺负菲律宾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你的东亚国家随便欺负你一下，我所到之处给你一点钱，跟你做点生意，你就听我的话嘛，对不对？他没有想到这个整个情势胚变，这所谓的亚洲北约已经形成，对，而这个形成之后，就会变成第1岛链、第2岛链、第3岛链，3条岛链的整个封锁网已经开始逐渐的架构完成。这个是他目前最倒霉的事情开始，这刚刚开始而已结果还不知道，还要跟着这个俄乌战争的发展，会不断的形成新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加压的力量。可是我想都没有想到，你说韩国要跟中国翻脸，已经出乎我的想象之外了。日本直接跟中国对干，已经是过去也是超乎我的理解的，怎么连菲律宾都敢？而且菲律宾还3艘包围，中国根本没有吭声，现在是吭声到是吭声到什么程度？
吭声没有吭声到，现在是中国的网民小粉红受不了了，说一定要把马德雷3号给拖走。对，不，这个拖走是这个，就是说我刚才讲，这个是法律问题了啊。那这个已经好，我记得已经有将近有10几年的时间23年，哎，有几十年的历史，哪那么简单给你拖走呢？菲律宾人每天跟你混，就靠这个混的嘛。菲律宾人没有钱，就给你搞一个什么，就搞个小岛，弄个破船给你站在那边，就跟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门口把那个旧报废汽车。就站在那个你们家门口，我把停车位就是我家的了嘛，对不对？到晚上我回来了，把那个破车拉开，我又停下来。菲律宾人一样的概念，穷人就有穷人的方法来跟你混，可是混到久来的时候呢，他也会变成地头上的流氓嘛。所以菲律宾在这边混得很吃得开的，很吃得开。好，慧珍，当然现在对中国来讲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就是，他真的没钱了吧？因为今天听到。没钱到什么程度？第一个是我的钱发不出去，我去扣人家的金融卡，那我帮你大量的减薪。现在更夸张的是，现在大量的罚钱一台车1年罚了几百万台币，这真的是非常夸张哦！这是发生在河南哦。结果这个人他后来说，我决定要把我的大货车给卖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竟然在2年的时间，他收了58张的罚单。喂，2年的时间也总共大概100周吧，他竟然收了58张罚单，平均2周收到1张罚单，而且你知道累计金额加起来是破100万台币，120几万台币，约27万的这个人民币，对，这就破100万了，破100万台币。就他心里想说，我跟你讲，这实在太夸张了，我们出车之前都要先称的，我明明在那个过秤的时候，过磅秤的时候，明明就是没有过，怎么可能我开了2公里，开了3公里，开了10公里，开到你这个县市里面，你莫名其妙给我偷拍一个照，拍一个照之后你就说，不好意思哦，你那个超重。事实上过去这个2、3年来，全部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疫情车就少，但是呢，这地方政府还是要有营业额啊。什么营业额？就是你这个交管的罚单的营业额，一定要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一个quota。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要路上有车，我看到我就一定要罚，不罚的话我没有办法达到那个quota，所以这个很夸张。他就说，哎呀。这上面交代的，我们也是没办法。上面交代的，所以才代表说是说，在疫情紧张的期间呢，当年度的交通罚款，总共要交出3000亿人民币。那换算成车辆，他们说每一台车这样换算下的话，大概每一个车辆被罚了1000块人民币啊，这3000亿。那个好几兆台币了，是那没办法，因为政府要营运，因为政府现在卖地卖不出去，那这庞大的这个政府的营运费就只能从这一些开车族身上所刮下来，所以现在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麻烦。你知道经济出现大麻烦，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其实都讲过，有青年失业的问题已经飙破2成。你知道现在有那个一个北京的姚小姐，她也姓姚，她说呢，她连去咖啡厅工作，就发现说整个1个月的收入下来，工作10小时、12小时，1个月收入下来只有新台币大概1万多块。他说他这样的收入，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在北京继续过活，所以呢，他也打算，可能要回到乡下去，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生活比较没有那么昂贵的地方。而中国失业率现在，尤其是24岁就是16岁到24岁这个族群里面，已经突破了2成，创下一个历史新高纪录。如果7月份毕业潮再来临的话，这一次对中国来讲，真的青年失业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中国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出现了大麻烦，你知道吗？有一个新闻，连 BBC 连外媒都开始注意到，什么一个新闻呢？中国一个脱口秀的演员竟然说他在脱口秀，也不过举了一个例子，我有养了2只狗，我这2只狗跑去追松鼠，我看他们追松鼠这种态势，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因为这个8个字，他竟然被人家检举，你在侮辱解放军，你侮辱解放军之后，就包括他个人以及他整个公司都不可以在北京继续的营业。现在最新裁决出来，他因为这8个字被罚新台币快要6000万。所以他们现在6000万，所以他们就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差到想办法罚钱，不仅想办法罚钱，甚至是有一点文字狱，就是说你动辄讲话。你知道他说他讲的这句话是在讽刺解放军，是因为什么吗？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曾经在一个解放军的会议上就讲到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也不过因为这样子，10年前的一个，他竟然把他今天讲的这个脱口秀开玩笑的这个东西，跑去查10年前新闻说，
这8个字，习主席讲过，你在讽刺罚6000万。罚6000万，所以这整件事情连 BBC 都开始大幅报道，就说中国现在自己内部紧缩、内部严格的言论控管的一个情况，已经出现不寻常，是不是有兴起文字狱的一个情况？好，正好刚才讲的，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越来越强硬，强硬里面，以前不是他很忌惮中国的飞弹吗？中国的东风飞弹不是航母的杀手吗？你不是要等于退缩 A2AD 吗？可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不怕了？你说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连俄罗斯最强的匕首飞弹已经不是1颗打掉，2颗打掉，一口气打掉6颗，也就是美国现在它的防空能力已经超过我们想象。你现在连俄罗斯最强的匕首飞弹，美国都可以把你打下来了。对，极音速飞弹可能真的失效，因为最近乌克兰在巴赫姆特收复了20平方公里，所以战况很好。俄罗斯开始对基辅猛攻，我们现在看到是基辅的上空的状态啊。非常非常夸张，那由地面发射出去就是防空飞弹哦，这是爱国者3型的防空飞弹，因为后来有捡到弹壳的碎片哦，所以是爱国者3型。你知道吗？他们这个所谓的爱国者3型飞弹，竟然拦下18枚俄罗斯的飞弹啊，其中6枚是极音速飞弹、匕首飞弹啊。换句话说，真的就如同外媒说的哦，乌克兰现在拦极音速飞弹叫做小菜一碟。那乌克兰如果拦得到的话，美国当然拦得到，它这里面所有运算体系都是北约给的嘛，所以未来中国 A2AD 最大的一代哦，坦白讲就是极音速飞弹、东风系列的，美国应该已经找到应对方式了，因为乌克兰就是一个最大的试验场哦，我抓得到你了，对我抓到你，那对于美国来说，我就不会再怕你 A2AD 嘛，而且更夸张的事情是，这俄罗斯原本很坏哦，他们发射极音速飞弹，然后派自杀无人机就去，对不对？旁边还摆了3架侦察用的无人机，想要拍大外宣，想拍水，这3架也被打下来。所以这个画面哦，是叫俄罗斯全灭啊！乌克兰靠防空系统把它全部打下来了，尤其是卢甘斯克的附近啊，大量的，而且连暗杀都有，因为卢甘斯克内政部部长最近呢，在一个政府大楼这边哦。就在半空，结果这个暴风这边就炸进去，把这个人炸伤，直接把他炸死。对，不知道有没有死，但是目前看起来叫做重伤，有没有死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暴风之眼，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啊，现在乌克兰用的非常非常的顺。另外一个，这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这叫做 MALD， 叫做微型空射铀。这个东西哦，竟然在俄乌战场被媒体被媒体拍到，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支传说中是美国的黑科技。这就是说，飞机飞的过程中呢，美国呢会它的飞机哦会打出这个 MALD， 就是空射铀打到外面。这个空射铀呢会制造一个雷达讯号波，让敌方的雷达以为它是一架飞机，所以它会变成是幽灵战机式的。你看哦，而且它因为雷达信号波特别强，下面那个就是制造出来的，下面是假的，所以敌方的防空系统六个机队那是假的，对，他就一直打那6个机队，对，就一直打假的，所以敌方的防空系统就一直打这个假的，那打了半天呢，你真的这个包含这个 B-52轰炸机啊或夜鹰等等的，就已经穿透你的防线了。这东西呢，在美国我们过去永远都只有看过这种动画哦，没有实战过哦。这次在俄乌战争也看到了，这就是它的这个弹壳在这边。然后我们带回来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微型的空射铀，非常非常小。这空射铀打出来之后呢，可以瘫痪对方的防空系统啊。那这个空射铀其实还有这个海军版的，美国也可以投射出一个幽灵船哦，让中国的极音速飞弹去打那艘幽灵船。所以所有的黑科技都往这边丢啦。那真的俄乌战争到底此时此刻遇到什么？你说这样打到了现在，美国等于说北约把所有的黑科技全部用在战场上，而且经过这样的一次测试了以后，有黑科技，还懂得运用，而且可以完全的遏制、压制2式武器，是就实战化了嘛。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其实坦白讲，多打1天，对美国来说是可以多试验1天，其实他们蛮珍惜的。可事实状况就我刚刚跟大家讲，巴赫姆特已经收回了20平方公里了。给大家看一个画面啊，就是俄罗斯的郁金香自走炮被轰炸的画面，全世界最大自走炮。对，我们现在看到这郁金香自走炮，你知道是全世界最大自走炮，它其实躲在这树里面哦。这自走炮就这样被炸了。对，它一颗炮弹你知道多重吗？228公斤哦。这么大一颗自走炮，它甚至可以投放战术核弹哦，它是可以打核子武器的哦。
拍谁啦？躲在这个树林里面啊，我乌克兰把你找出来，一样帮你轰炸掉。然后你的所谓的火箭系统给大家看了，一样这种火箭系统呢，在巴赫姆特原本想要去轰炸，对不对？可是我一样先把你的火箭车啊，先找到之后呢，多管火箭车去把你打掉。你看，一样把你打掉。另外呢，乌克兰跟俄罗斯，你知道吗？你觉得20平方公里很小，对不对？每1平方公里都是血跟汗换来的。我给大家看他们在壕沟里面作战的画面啊。乌克兰武装部队跟俄罗斯，你看哦，这是个壕沟作战呢。他们两边都其实就在彼此看得到的距离互相搏火。哎，这个画面我以为我在打CS，以前在打这个战术游戏的时候，就战争游戏就是这样，非常非常近啊，你来我往，然后丢手弹，所以你20平方公里是真的拿血跟泪来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上画面很夸张啦。巴赫姆特的俄军哦，为什么一触即发？因为这俄罗斯，你看哦，这一群人啊要跑的时候，对不对？忽然被轰到一炮，被轰到一炮之后，大家这样有序的一起趴下，一起有序趴下之后呢，再一起往后跑，所以他们是根本没有想跟你交战的啦，一触即溃就是这个画面，对不对？所以你看哦，难怪瓦格纳佣兵会骂这些俄罗斯的士兵，你真的不能打仗。下一个画面更惨，给大家看，就是一名俄罗斯的士兵哦，被乌克兰空投那个手弹被炸伤了。然后被炸伤之后，这个人哦，你看被炸，你看被炸伤之后，你知道周遭的友军就俄罗斯士兵干嘛？第一件事干嘛？不是救他，先去拿他的装备，把装备拿走，拿他的子弹啊，拿他的粮食啊，拿他的枪啊，然后呢把他搜刮一空之后呢，就把这个人丢在地方自生自灭。同袍情嘞，所以说我如果是俄罗斯兵，我打仗打到这种份上，坦白讲，我也不想打了嘛，这一点都没办法打下去嘛。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很多人觉得，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真的，我觉得马上就要画下句点。好，廷伟，现在俄罗斯的超音速的或者极音速的匕首飞弹被拦下，真是天大地大的事吗？而且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宣传非常好笑，他说我们不是匕首飞弹被爱国者飞弹打掉。是我们的匕首飞弹把爱国者的基地给打掉，阵地给打掉。可他不对啊，爱国者是防空飞弹，你怎么会用匕首飞弹把它打掉？代表，这个面子，俄罗斯也不丢不了这个俄罗斯常常讲话就是假的讯息，或者是说他真的拉不下脸。他匕首飞弹其实是一个超音速飞弹，那原则上来讲的话，他认为说他是无敌的哈，没有人可以拦得了他。结果没想到现在爱国者3型的增程型的飞弹竟然可以拦截得了他，那对他来讲的话颜面丧失不是吗？对，而且恐怖的是说，你偶尔拦住1枚也就算了，2枚也就算了，现在就是1枚、2枚、6枚已经拦8枚了。对，那就代表说什么？整个俄罗斯来讲，匕首飞弹的参数整个被美国掌握得一清二楚嘛。那如果这种匕首飞弹都可以被掌握得到的话，中国的东风系列的一个飞弹，那你再加上去年裴洛西到台湾来的时候，中共试射的那些几枚的东风飞弹，可能也都被美国掌握。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啊，原来你这个东西这么烂，原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我的眼界当中。难怪他的东风21、东风26，你要打在哪里？美国的军舰早就在这里等你了。因为他趁着你的演习的时候，就来抓你的参数嘛，来了解到你的真正的状况嘛。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美国现在就在做一件事情，他也要给台湾未来可能给爱国者飞弹的增程型飞弹。虽然我们邱国正说2027年才有可能拿到，但是代表说现在就在谈了嘛，现在谈了2027年才有嘛，所以代表说现在美国人了解到说这个事情在实战的战场上面的确可以围堵这个所谓的匕首飞弹。那接下来未来对台湾来讲的话，当然在这个所谓的城市作战当中，爱国者3型的增程型的飞弹的确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但美国也太狠了吧！刚刚讲你已经把俄亥俄的潜艇放在了镇海港，对中国已经是巨大威胁了，你居然还把尼米兹的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放在了佐世保，然后你现在在横须贺里外还有一个航空母舰，你不是把中国北方所有的门口都堵住了吗？对，你知道那个佐世保在哪里？佐世保就在长崎的上面啊，就是长崎的附近。那长崎是长崎日本跟中国做生意的贸易的港口。那军事来讲的话，那佐世保不就是真的面对中国了吗？那其实，在俄亥俄的这个釜山这边，或者是佐世保这边，布上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灭国神器哦。我觉得中国他自己心里有数哦，这是针对他而来的，而且对他来讲的话，他真的也抵挡不住，因为你对这些对，因为他只要出海的话，那或者是在这个黄海，甚至未来来讲的话，这些所有的美军的活动都会在黄海出现。你自己想想看哦，如果美军的军舰都在黄海不断的进行出没或者演习的话，你觉得中国解放军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当然挡也挡不住嘛，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就是会害怕美国的军舰在那里做探测或者是做所谓的海测。但是现在不是哦，
现在来的都是要做军事演习啊。那你要做军事演习的话，在家门口做军事演习，那对中国来讲的话情何以堪？结果今天为了要武统台湾，或者是说威吓周边国家，引来了美国大力的这个介入，然后整个力量全部压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中国对他自己来讲的话，真的得不偿失啊。